那我们看看美国本土呢，最近发生了一个暴雨成灾的案例，地点是在德州哦。您看到哦，包括现在可能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80人。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夏令营成为炼狱，州长警告危机还没有解除。您看到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德州小镇哦，这个非常严重的灾难性的洪水哦，几乎整个城镇都被泡在水里哦。那也有人说，这个洪水哦来得非常快。37分钟，半个多小时而已，水就涨了超过6公尺，大约是2层楼高，非常触目惊心。所以要逃都来不及逃。你看到呢，洪水的前后对比哦，2024年洪水发生前这样哦，那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光景了。我刚刚提到夏令营里头哦，有27名小朋友，几乎都是女童军哦，小女生失踪。那这个主任啊是很英勇的救人，可是也来不及救哦，所以他自己都丧命了。另外呢，现在有很多新闻出来说是有一些小女生哦攀在这个树上面逃过一劫，后来证实又是假新闻，所以现在讯息蛮混乱的。当然有很多家长非常焦急，在找自己的宝贝，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小，大概是国小的年纪。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当然哦。看到这样子的灾难，他也去视察。他一开始是讲说这个不是我的错呀，这是拜登的错。我们先来看看是不是法案上面还是洪水的预警系统出了毛病哦。我们看到本来是有一个负责制定全州范围内紧急设备使用计划的一个法案，在德州的参议院被否决，本来是可以通报一些包括这个水灾啦、天灾的一个预警系统，后来没有通过。而德州的这些官员说，是因为川普你的 Dodge， 你把国家气象局的这个预算给删了，所以我们资金不足啊，所以预报失败。没有告诉这些小朋友、这些夏令营的家长跟小朋友，叫他们赶快撤。所以你看到包括这个降雨量的这个预估也严重失准，大概有1倍以上的这个差距。而另外呢，美国的官员说有600人国家气象局的这些员工被裁，所以呢只能把天气预报服务降级 downgrade， 很糟糕呀。那川普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还生气。我们来看看。Democrats are claiming more federal cuts for the deaths over in Texas. 他说我听不见，天晓得他到底有没有听见他说我听不到。所以你看到呢，包括这个川普就说这个人手短缺是拜登政府啊，我刚刚先前讲了，不是我啊，那个早就是上一任政府的事情啊。另外，我们看到他的太太梅兰妮亚他自己呢就发文说要思念跟祈祷，可是问题是网友整个炸锅了。他说：“拜托，你赶快跟你老公讲，把钱还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啦。你祈祷啊、思念这些都没有效、没有用的。而另外呢，川马刚刚亮哥也讲了，川普跟马斯克已经完完全全翻脸了。那现在马斯克他有一个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就把德州的洪水死亡事件说这是川普害的他直接这样子讲。那我们来看到马斯克不是在2天前说他要成立美国党吗？他想要扯，或者是让共和党没有办法成事川普就酸说，也许他能够从中找到乐趣，可是必须讲马斯克要成立这个美国党如果你要参选，而且要变成第3势力，恐怕有一定的难度除了美国共和民主这个2大党已经运作100年之外它的选区的这个设计、选制的设计也不适合小党生存。那共和党人就警告说他会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如果你要这样子那这个可能最后你会失去共和党的人的支持，那民主党之前对你也恨之入骨，你最后变成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就恐吓他那我刚刚讲了，其实难度很高啦，他的这个美国党可能连这个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 都过不了这一关，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因为 Dodge 在砍预算的关系，所以还有3个空缺的席位，根本没有办法决定这件事情。来，亮哥。那个德州的洪水
是因为有夏令营啊，所以才会死那么多人啊。那因为他们对比的基准是2017年的哈维台风，哈维台风那一次德州损失是1250亿啊，那这一次的损失不到100亿，那当然死亡的人算很多了啊，80几个，这个算很多啊，可是很多都是小朋友嘛，所以德州常常有洪水啦，因为它蛮大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对川普会很伤啊，我不认为，就是各说各话啦，找理由啦啊。那这个马斯克这个政党啊，我觉得他着眼的就是对川普的报仇啦，就是要让共和党跛脚。那其实并不难啊，因为以他的钱啊，我随便讲好了，如果他明年决定推出30个候选人，然后都选择民主共和相差很小的选区，比如说2% 到5% 啊，那他每一个给1000万美元，这样他总共才花3亿美金啊，然后选上了，不一定要选上，把对方拉下来就可以了。对，就是把一个候选人是拉下来。啊，那共和党众议院只多5席啊，一下就挂了啊。我认为马斯克可能想做这件事，那对美国来讲，我讲白了啦，愿意给他100万美金的政治现金，已经叫爸爸了啦，1000万叫爷爷了，本来就是啊。然后马斯克可以跟他讲，你如果成功了，我再加码，本来就这样啊。美国又没有政治现金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川普踹了蛋啊。你不要以为他不在乎啊，他非常知道钱非常要命的，所以我认为，川普正急着要找他商量啊，说特斯拉补助我还是给了，好不好？因为川普就讲啊，说马斯克完蛋了，特斯拉未来要赔20亿，你接下来看川普会不会让步？这两个都是生意人呐，可是表示这个招数是有用的。因为美国的选举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是砸钱，而且众议员选区很小众议员选区那么小，我给你1000万，你照出去买广告、买网络的，那马斯克手上还有一个 X，他有一个网络媒体，对，你不要忘了，所以我跟你讲，就每天来黑你那30到50个区的共和党的候选人，我看你怎么选，所以他就尾大不掉，本来就是嘛，所以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共和党里面那个班农，就是川普的前任的核心啊，说这个人就要把他赶走，要用法律啊驱逐他，他不是美国人，是南非人啊，就有人在搞这个，班农一定是知道这个是要命的，这个不是为了当选啊，是要同归于尽用的，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以把你这个拉下来，来，将军，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德州洪水。这个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危机处理是出了一些问题，你就跟这个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加州森林火灾也是一样，那个烧到那个一路蔓延都没有办法遏阻，一直不断的扩大，造成生命财产非常重大的损失，也造成加州州长跟美国这个总统的当选人川普之间这种干戈，那个时候就埋下了这方面的问题。那这德州洪水，我们知道。现在都是因为恶劣天气、极端气候天气，这是已经变成常态性的现象。不是说哦，今年有，明年没有，每一年都会有，只是说它什么时候发生。那我们在这个德州地方，一般来讲不是高山大川，都是比较平坦的。那平坦的时候，那预警机制应该会有吧？你如果是高山大川那个地方，反正渺无人烟嘛。你这个都是一般的这种平原地带。预警机制要有，预警机制来了，知道洪峰会到了，知道极端降雨会来了，这样大家都知道，可以早点避险嘛。那没有做，这预警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德州是在面积上面是仅次于加州啊，面积非常大的德州。那我们先来看第二个，那美国我们知道上一次洛杉矶的这些暴动事件，这个川普动用了国民兵器，他们镇压，甚至还要动用海军陆战队。那这次军队为什么不进入德州？国民兵就可以了，德州就有国民兵，现场做使用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先做抑制部署嘛，马上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得先机做救啊。毕竟这些国民兵具有专业的训练，在动员救灾方面不但迅速，而且效果很大，非常的快，而且还有相关的装备。为什么这是没用？我认为他应该在这个地方，除了超前部署之外，事后的这种补强，立刻去投入也可以啊。你这个在第一时间也做到一个抢救，降低到这个灾损降低到最低嘛，这个也可以啊。为什么上一次洛杉矶暴动调动部队挺快的，这一次在这个德克萨斯州的洪水却没办法做应变？因为这个美国在这一方面，好像警觉性、判断性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而且这个现在是恶劣天候偶尔都会发生。另外我们来看这个伊隆马斯克他要成立这个美国党，我就认为，因为他从中就跟亮哥所讲，这个影响都蛮大的，因为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只是微弱多数，因为两党政治就是这样，很简单嘛，你要不然就是共和党，要不然就是民主党，所以就变成一个微弱多数。有一个人从中来出场来拉票，或者是从中作梗，那马上就一落选之后，民主党就上来了。这个我们只讲的只是众议员而已。那参议员每一个州只有2位，美国50个州就是100位参议员，参议员也可以发生这样子，因为在两大党中在做较劲的时候，他们当选跟没有当选的就落选的这个差距都非常的近。如果有个第三势力一加入，看他压哪一边，他压到这一边同质性高的，压在民主党、共和党赢；压在共和党的话，跟共和党竞争，那民主党就会赢。所以美国现在是两党政治已经200多年了。那现在如果是有美国党第三党的这个介入的话，操纵的空间是我们讲的本小效高，是事半功倍，效果一下就发挥出来。是不是为了当选，而是为了从中作梗，把这个杠杆打破掉。因为他加哪边码，脆弱的加哪边码哪边就会赢。就他这个成事不足，但是败事绰绰有余，他要把哪个党拉下来，这个就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力。对，所以马斯克也非常的聪明。对，那个因为马斯克说要成立这个美国党，最早应该是在6月初，当时其实就是他跟川普决裂的那个起始点，而且他那时候还做线上民调，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当然里面本来就是很支持他的粉丝，对，80%以上说好，而且还有人说你要不要弹劾川普，他还说很好，但是即便是6月11号、12号，当时看起来好像马斯克有点缩回去了，就是说他不应该讲那么过分的话，但是没想到又来了，所以这一次应该就是比较认真。但我还蛮同意刚才包括主持人所讲，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可能未必会有办法能够维持一个第三党，非常有能力的第三党能够持续运作，但是他绝对有搅局的实力。就像是刚才所讲，因为目前参议院这个53对47共和党多数还蛮明显。那明年年底是期中选举。是有一些能力可以让一些，只要他支持一些人，可以让共和党下台。那众议院的共和党多数也很薄大概是220、212、213因为有些还是缺席那明年是全部期中选战，全部435席都要改选。所以目前，即便是我们可以看到这2天，川普其实很有信心的。他说，按照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历史制度，就是2党政治，即便民主党很弱，但是你不要想。但是我们要想，因为马斯克很清楚，第一他不能选总统，那他也有记者问他，那你没有志于下任这个美国总统，或是出马去帮助谁？他说没有，他就着重于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度基本上是比较是有利于2党制，对于独立参选的或是所谓第三党是不利的，这跟他选举制度是相关。因为总统我们知道是选举人团这个。就是胜者全拿，这个制度就很不利于第三党。那其他的这个选举都是单一选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确，我们如果是看总统大选的话，大家还有印象是1968年当时有个叫做美国独立党，他蛮猛的，华勒斯，他在南方的5州拿到选举人票，非常非常难得。再近一点是谁？这我小时候念大学时候有一个叫做这个裴若。亿万富翁，他在1992年他是用独立参选人参选，选得很好，因为他是第一次，他拿到了美国大选的普选票19.20%，
但又如何？他没有办法拿下任何一州的选举人票。再近一点是2000年的绿党，25年前啊，纳德，他大概拿到全国的2.7%，也是一样没有办法拿到选举人票。所以以总统大选来讲，第3党独立候选人很难。但是这对于马斯克而言，他破局、搅局的能力是绝对是有的。是。不过我们来看看川普对外这个关税这件事情呢，他讲了好几次要发出最后的通牒，要寄出所谓的关税信。那现在他有最新的宣布说，你们这些国家如果联手金砖，然后反美我要加征10%的关税，这是他在自己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说，任何跟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结盟的国家都会额外再被加征10%的关税。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反对以关税胁迫施压，因为川普指的是谁大家其实也蛮清楚了。7月9号，所谓的关税大限即将来到那川普是不是又有变数呢？因为他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就讲了，信会寄出在本周，可是呢，也不是最终的判决啦他说大家还可以有商有量，因为8月1号才会正式生效所以说谈判进度落后的国家没有关系，剩这3个礼拜你还是可以提出新方案。所以你跟这个国家谈事情，有时候觉得蛮累的，就是这个执政团队真的蛮累的，因为它变来变去。那另外呢，北京会如何应对呢？金融时报就说，中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透过一个复杂的洗产地的安排，它会确保中国的出口引擎不熄火。金融时报怎么讲呢？他说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透过一场史诗级的供应链大迁徙巧妙的把中国制造的商品绕到东南亚，持续源源不断的送入美国市场，讲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洗产地嘛他说可能你看看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增加这么多，印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增加这么多，其实都是中国大陆过去洗产地，然后再送到美国去的这个是金融时报的这个说法。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大而美法案通过之后，当然引起国内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声音，可是中国大陆都没有任何的评论所以你看到这个报道就说，为什么中国没有批评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法案不但不会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把华盛顿推向财政悬崖，削弱他们美国跟北京竞争的能力，所以就让他去吧，让他走向悬崖吧，有一点看好戏这样子的意思。而我们看到呢，这个所谓大而美法案里头包括的方方面面，有一些地方是增加预算，有一些地方是削减预算，包括川普不相信绿能，不相信气候变迁。所以他说那些很丑的光电板很丑的风力电厂这些都给我这个补助全部拿掉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有风力发电厂，他们把这个风力发电厂的设备卖给我们，把我们的土地搞得很丑他这样一讲美国好多网民就直接上传他们拍下或者在网络上查到的中国风力发电厂的照片还击。他说总统先生，中国有发电厂，你没有看过，你没有去过，我 po 给你看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中国大陆是不是很需要电？是他们中国电网再生能源发电量创下历史新高，说是因为他们有 AI 要发展，还有各种方方面面要发展，所以未来他们预计他们国家电网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会增加创纪录的500 GM， 就是 gigawatt， 所以呢会超过1/4来自于风能。而川普说中国不使用不使用风能来发电这件事情，当然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而另外呢，矿产也是这个两国要互相争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大陆去年有多达10笔超过1亿美元的海外矿业收购案。中国大陆是默默在布局
哦，过去不断的去买这些矿产哦，所以西方世界很担心哦，所有的这个我们全球的矿产供应哦会落入中国，让中国去主导。而另外呢，美国上个月不是已经终于跟中国大陆签署了协议吗？哦，大陆承诺要恢复出口稀土，美国企业哦终于也盼到他们想要的原料。而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方带头破坏标风战机的销售吗？这是来自于法国的情报机构的说法。他说因为中国驻外的这些国防武官他们到处去说小话破坏标风战斗机的销售然后希望这些国家赶快不要订标风，然后订他们这个中国大陆制的这个飞机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讲，就是中国在居中破坏就对了。那中国国防部有讲说予以驳斥，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和诽谤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国家武器外销国际之间的斗争。来，亮哥，川普那个贴文没有什么意义啦。因为这个必须是金砖国家做出反美的政策决议，那目前并没有尤其今年他们特别把去美元化不谈，所以目前并没有而且你不要忘了，金砖里面有印度跟巴西你以为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有办法执行反倒是美国跟越南谈的那个转运关税40%，这个值得讨论因为接下来泰国、还有那个马来西亚、还有印尼可能都会跟进，那未来搞不好会扩大到墨西哥那问题在于就是什么叫转运的产品因为这个有一些争议因为除非说那家大陆公司纯粹贸易商，他就到越南注册，然后就从中国进口一大堆工业制品，然后就直接卖到美国。坦白讲，这种 case 非常少，而且这种 case 是违法的。WTO 就禁止洗产地的行为事实上，真正的不是这样，真正的是他从中国大陆进口大量的原料跟零组件，然后在越南经过加工或组装，然后再卖到美国那以台湾的法律为例只要实质的贸易转型加工超过35%，就是总价值那就视为 Made in Taiwan， 所以这个是有法律定义的啦。所以接下来就是美国要跟越南讨论什么叫做转运产品，转运产品，转运产品因为他用的词是 transshipment， transshipment，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美国如果真的要查会累死美国官员。因为我们台湾也试过了，很难查吧？非常累你到时候贸易代表署跟商务部不知要派多少人驻扎在这些国家，要监管看，这难度很高啦，很高。而且越南生产的东西是跟中国的零组件高度绑定，那这个情况，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也是一样，所以其实这个蛮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中国在2018年。对美国出口是21%，那去年2024只剩下13.4%，所以这里面有7.6% 不见了。那这7.6当然就是跑到了拜登所讲的有案外包的国家嘛，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国家所以总体算比例也不低了所以如果川普踩得很死那中美贸易战又开始了，这等于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是觉得还要再观察啦，不然《金融时报》讲的也是事实，就是他转得很好布局得很好，让你找不到话说啦，因为他没有那么笨说只是个皮包公司到越南做转出口，这样基本上是违法的啦，这连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允许。他做得很巧妙啦，反正他就是有加工，或者是做组装，其实我们台商也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是台商你不要忘了，你不要以为那个叫大陆商，那就是台商对不对？所以你认为我们人保会那么笨吗？富士康会那么笨吗？我不认为，都聪明得很。可能后续还要观察这个部分。好，我们来进一下广告。
好，法国的情报单位指证莉莉说中国阻碍他们标风战机的销售，这是真的吗？我认为有的时候是政客放话，因为政客放话，因为要卖军售这方面的佣金蛮丰厚的，为什么？因为战机标风战机，当然有的国家叫阵风战机了，我都叫标风战机。它这个单位的我们知道售价是非常高的，那里面的佣金非常贵。那像政客出来，政客要靠选举要钱，怎么捞钱？从军售上动脑筋。他买到这个，我希望买到这个，为什么？我有一笔丰厚的佣金在里面，那是这样。那其他就是不好，所以很多事情就被政客在操弄。那中国大陆这个歼十 C1啊，因为在5月7号的印巴空战呢，击落了这个印度向法国买的标风战机，这个好像不错。但是经过政客，他会有另外一种说法，感觉到好像似是而非了，那就变成好像就要继续买标风战机啊，好像他也是还是不错的，他有钱可以捞啊。如果买这个歼十 C 没有中介，没有佣金可以拿，那对政客来讲的话，他将来选举的钱怎么来啊？所以我看有些这些军售是有猫腻在里面的，是为了中介费，是为了他有时候中介费，他不收中介费，这是行管费、行政管理费啊，这不是中介费，因为还要包括其中的这些训练在里面。那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其实都包含在售价里面。这个中介费其实是隔开的，而且是非常的丰厚。所以我们可以看呢，有的时候这个国防建军呢，不是买你要还是不要的，是不是建军的急需装备，是不是？我认为有的时候不重要，因为政客拍板定案了，这个采买这个武器装备对他来讲可以捞油水，很多人买这一个乙的是没有办法捞油水的，所以他就买这一个，而不是对他的国家、对他的国防建军有没有急需、有没有实需、有没有必要性，反而是摆在次之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百姓都要想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来看呢，就是讲到的，中国大陆把稀土当作战略资源来看，我认为这一张牌它打的是非常的灵活，因为中国大陆不是说他自己来冶炼自己的，他也买其他国家矿产来冶炼这些稀土装备，不管永久磁铁也好啊，可以做晶片的啊，可以做核磁共振的啦，可以做这个蓄电的装备，甚至做太阳能，太多了。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它的技术跟它的开发稀土的装备成熟了，是在这个地方。那其他国家没有成熟啊，那中国大陆继续做垄断，那继续垄断，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哦，这个价格由中国大陆来定了，而且出口的对象也有限制，商用的可以，一般经济民生用的品可以，但是做军事就不可以，它有做限制。军事装备那也需要稀土的时候，从其他报废的军品里面。报废的发动机、电子产品或者雷达设备的报废不要用了，做提炼、做再生运用，它只能做这些，然后供应到这个我们讲军工厂，是啊，所以中国大陆这方面是蛮灵活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可能结果很多国家快要揭晓了哈，就是放榜，就有点像是发考卷回去。其实这一阵子还是可以看到，我觉得川普跟那个贝森特财长他们的一些放话或讯息的这个露出，我觉得都是一搭一唱。比如说川普其实最早在7月3号说7月4号寄，那后来是确认是7月7号寄，而且我记得他们讲说同时会公布这个内容。应该就是在没有多久之后，以台北时间来算的话，但是我们同一时间可以看到贝森特讲说，他说现在这个寄出也不用担心，它不会是最终的结果。对，他说我们现在这几天非常的忙碌，意思是说还塞车，意思大概是说假设你们因为川普讲的话是说原话是说，要不然是投降，要不然就接受嘛，就是要让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去就范。那贝森特在补这个话，意思是说，假设你愿意在最后关头让步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是8月1号才开始正式的实施，所以本来的期限是7月9，意思是说从现在到8月1号，我觉得都还有空间。所以川普一开始所讲有人可能10%到20%，可能有人高到60-70%，然后又讲狠话，可是加上贝森特的一补进去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说，这样凑起来的话，意思是说美国还是用这种极限施压，用大棒的政策。那但在这些的政策之下，其实有些国家但已经是就范了，比如说越南美国有点想把它列为是个好的范本因为
基本上原来是科他46%，但是越南的让步的重点细节还不知道，但是已经可以让它降到20%。那还有一个是柬埔寨，柬埔寨49%，但现在也被川普前几天拿来说，这个柬埔寨大概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但现在有些国家目前是雾里看花，日本比原本想的更难，南韩也没有那么简单。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台风，虽然现在已经解除了我们的陆上警报了，可是我们看到南部可以说是汪洋一片，包括南台湾的台南。水淹南鲲生代天府，这个画面从我们的镜头您看到是空拍图这个南鲲生代天府的牌楼应声倒地，而且您看到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神像啊各种的这个小腿肚的高的淹水啊漂流出来，很多信徒非常的心疼。您看到这个代天府的这个所谓的牌楼因为过去呢它是一个这个各种我们这个信徒通常要去拜拜的时候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所以大家也都很唏嘘说怎么会这样呢？年初的国运签还有年终倒牌楼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啊？有些人心里面觉得有一点点毛毛的。我们回来看在年头的时候蛇年嘛，我们的南鲲生国运签那个时候的报道是什么？下签说是我们未来国家的经济部分可能有阻碍他的签诗是这样写的：一重江水一重山，谁知此去路又难，任他改求终不过，是非终究未得安。那没有关系，抽出这样的签，我们大家就努力可是那这一次这个台风又来搅局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乡野的传说就出来了。不过南鲲生代天府为什么这么有名呢？我们回头来看2004年陈水扁总统他寻求连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求了一个签诗讲说陈水扁可能会有血光之灾结果后来真的发生了319枪击案。那陈水扁某种程度因为这2颗子弹逆转胜，因为民调那个时候他是落后的嘛。2016年南鲲生又抽出了羊年国运签，那个时候有武则天坐天这样的字眼出现在签诗上面，所以呢就被认为预言会有女总统当选。果不其然，那一年确实选出了蔡英文总统了，所以他就声名大噪。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总统的10奖戛然而止，也是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那第5奖什么时候会开奖呢？总统府是说，如果决定的日期就会告诉大家。可是呢，过去的4奖有很多史实的谬误处甚至赖总统他丢出来的一个禁军爱军的议题很多人不买单，包括国军搭机可以升等商务舱这件事情，黄伟汉也不同意他说其实给他加钱会比较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航空公司有它的这个商业的运作规则，你执行上会很困难，并且会引发混乱嘛。苦苓这个经常感觉大家觉得他立场比较偏执政党的，他也说赖总统你不要慷他人之慨啦。那这个赖总统是不是觉得他的演说可能回响不是很好，所以尽量这个减少这个伤害，所以暂时不讲了呢？那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对外对内其实国事如麻，很多问题在外头这里解放军不断的威胁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办呢？看看这个最新的消息，说是这个北约的这个吕特他接受访问，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警告说如果中国大陆要犯台，他的剧本会怎么样呢？会通知并且要求普京同步对北约发动攻击，以牵制欧洲这是他认为习近平可能在犯台这一出戏这个剧本会这样写。那另外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在7月13号到8月4号会启动护身军刀大规模的演习将在澳洲测试建立联合战区配送中心您看到要实现在太平洋战区前沿有效的预制装备和物资。
一场又一场的军演在我们台湾的周围进行。那我们看到呢，最近有一则消息，美军他在汰换他的武器。那50年之久，已经老旧的162架 A10攻击机，现在要除役了，要卖给台湾吗？说是有这样的消息哈，说那干脆把这162架还可以用的老战斗机卖给台湾。不过呢，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说，如果卖给台湾，它又老，速度又慢，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的靶子哦，变成了这个军靶了。好，那讲到国建国造这件事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没有错。可是我们看到李喜明将军，他以这个不对称作战这样子的理论非常的知名。他也有讲过这件事哦，他说这个我们的国建国造，尤其我们是柴油这个发动的我们已经不符合作战需求了，我们必须把钱花得更聪明一点。他怎么说呢？他说，柴油潜舰是靠电力前进，电力耗尽之后，潜艇必须得浮出水面，发动柴油发电机的厨电，这个过程很容易被侦测啊，你就没有隐身的优势了如果敌军掌握了位置，潜舰最大的逆踪优势就消失了。他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很多人也点头如捣蒜，说对，好像讲的是所以我们还要往这个方向来做吗？这只是一个讨论不过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要罢免这个执政党发动要罢免在野党的很大的理由，就是说在野党挡这个所谓的预算，其实他们也没有挡只是希望你先把它造出来。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石破茂他怎么说？他说，中国部署航舰对日本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你看到日本打算提供菲律宾、中古也是比较旧的护卫舰来牵制中国。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我先讲一下李喜明因为他当过潜舰的舰长，那当初潜舰国造这个案子，一开始他就是反对了。那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北斗卫星还有无人机已经都成型了，那柴油潜舰你的燃料一定会用完，所以你一定要浮上水面，要去加燃料嘛。那你以前浮上水面被侦测到的几率不高，现在满天都是无人机，又有中国大陆的各种卫星，你被侦测到的几率实在太高了啦。那潜舰只要被侦测到，就失去攻击意义了啦。所以你还要做吗？是啊，他当初就是这样回答。因为那个时候我要那个节目，我还有去上，所以我记得那个节目那我也在我直播重述过这个观点。我没有看过我们相关的海军还有国防部对这个问题有做过回答。这个几乎军界专业人士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柴油潜舰，要么你附近就要有很多的护卫舰，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做柴油潜舰了，都是核子动力嘛。美国也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柴油潜舰现在太容易被侦测到了，所以你都不回答，然后就这样鸵鸟一样，一下就要做8艘，那每一艘都好几百亿，这种建军当然是大有问题嘛，对不对？应该要调整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要调整一下。那恐怕会调整极大那潜舰的预算都已经编了，你以为没有利益集团吗？你挡得下来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那也不认真讨论那这个南鲲生这个庙这个庙为什么会高度重要？300多年历史而且是五府千岁，就是五姓王爷最大的庙这我们全台湾到处都是五府千岁庙那这是古迹300年的古迹那因为历来应验的很准那今年那个1月抽的国运签就是下签嘛，对，你没有发现第3句话还是很准吗？任他改求终不过，就有人拼命想要搞大罢免也搞了团结10讲有用吗？结果是自讨没趣吧。那现在
总统府要争面子啊，说哎呀，我们是因为救风灾，所以择期再办。我今天就立刻看到国民党贴脸书说赖总统，我们好想听哦，请你赶快择期要办，不要被曹兴诚吓倒了呀！哦，我也希望赖总统一定要办。哦，第5讲外交啊，我们耳朵都竖起来准备听啊！哦，我昨天也碰到罗志祥说没有了第5讲，他浑身无力啊！哦，大家都认真要洗耳恭听啊！所以民进党不要怕曹兴诚啊！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最大的问题就是被8团勒索。那罢团是得寸进尺，让民进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我跟你讲，你如果这个现状再继续下去，那一群青鸟以后就会变成罢团要推出候选人来勒索你的网络的攻击队伍了。我跟你讲，这个事实上跟马斯克是一模一样的啊。你以为马斯克主党是要当选吗？他至少可以让你不会当选，不是吗？对。那你现在就是谁叫你赖清德要拱出青鸟？当初是谁去号召青鸟包围立法院的？结果现在青鸟越搞越大啊！人家有曹兴诚出钱啊，有各式各样的网军互相护航啊，而且明年就要推出，如果今年罢免有成功，从推补选就开始了。他们就会有候选人。2026他们也有候选人。我看你民进党怎么办？刚才这个亮哥有特别提到川普跟马斯克的关系，他们现在是已经翻脸了。那你觉得曹兴诚跟赖清德有翻脸吗？还是未来可能会？不是啊，现在路线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嘛。有不一样了。你以为民进党人会乐见他们在路上这样呛人家吗？我才不相信民进党是这样的公子呢。是埋下的分裂的种子哦。来，将军。我认为这个美国退休的 A10攻击机啊，它已经汰除了。汰除如果要这162架要卖给台湾，如果这个拼拼凑凑啊，可以弄出100架，因为有的零件老旧了，把它这个经过拼装好，这个好的通通拆到这一架飞机。我认为这种飞机也是又老又旧，然后又烧钱，只是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又老了？它47年了，最新批号出来都40年了。你一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都零件早就停产了，消失性伤员？你这个那么老，它的那个最大的，它有3个短板。第一个速度慢，它的时速大概公里时速，一般巡航速度就300海里。现在是强调的是速度，你在空中被当靶子打，这个它这个慢呢，它这个是慢。另外一个呢，它的作战半径也不大哦，作战半径大概就是我们讲的450公里，大概就450公里。有没有说可以深入内陆去攻击？不行。然后它非常仰赖要空优，因为它自己的速度慢，它需要其他的战机来保护它，它才能够在完全空优或者局部空优的状况下实施密接支援作战，对海上的舰艇做打击，或者是对地面的这坦克部队做攻击。它唯一的好处是载弹量大，它可以载弹量大啊，它机腹下面有3个挂载，然后机翼下面呢各4个挂载，加起来11个挂载。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挂弹量大，一次可以挂7公吨的炸弹去炸这些海上目标或者是陆上的目标。但是问题是第3个，我们讲要烧钱。这个整个经过检整之后引进来了，后续的维保非常困难。你要建制它后面的维修，你发动机的它双发动机啊，双发动机的维修，还有各种的场站维修、场面维修都要去建制，这个花不少钱哦，而且。以后要去养这个机队，养 A10这个军队，那个花的钱是非常的多。另外，我们还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飞行员。你这买100架了，买100架了，你需要的飞行员呢，大概要按照座舱比的话，大概要150个飞行员。你看哪有那么多飞行员来飞这个 A10啊？这问题就非常大了。你最起码要有2个机场，162架减整成100架买进来，要有2个机场。那这个所需要的飞行员，我看。会大量的做一种我们讲的排挤作用。你现在在线上的飞行员呢，都已经会捉襟见肘，你现在还要抽飞行员去飞这个 A10这个攻击机的话，你会造成线上的飞行员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又老，然后又慢，
又烧钱的 A10攻击机，我认为我们台湾能够拒绝就拒绝。那可能如果美国如果要硬塞，你可能还没办法，你能拒绝美国吗？所以是不是我们要还是不要的问题？美国如果硬塞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一个很好的说法，很好的说帖跟美国讲，这个在台湾目前不适宜，要完全空优的状况之下实施对海或对地打击才需要这个战机。因为我们来看，美国要将澳洲成为后勤战略中心，就是说各种的这些炸药、飞弹，或者是这些航空用的炸弹，通通放在澳洲，尤其是在北部的，我们叫做这个达尔文港，因为达尔文港面对的一出来之后，就已经可以很快的进入蓝海或者到第一岛链了。但是问题是，海岸线有没有畅通？海权海优有没有？如果台湾附近都是海，没有海权，没有海优，虽然有这个战略运补中心，但是也无济于事，因为你没有交通线啊，你没有海权的状况之下，有这个后勤战略中心，但是一样运补不到，对战力的发挥一样是大受限制。是好，来，对，我也顺着将军刚提到这个 A10对地攻击机，我也做一些补充，我基本上非常同意哈，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哈，只要是美国有一些武器装备要这个淘汰了，通常一些比如说国际媒体啊，或者是一些美国的智库可能就说，台湾不错，台湾可以要，但这个 A10其实真的是太老了，而且不太适合台湾目前的需求啊，因为它是在1970年代、80年代。当时美国要对付的是在欧陆，华沙的这个装甲武力，所以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那后来比较近期啊，不过也20年了，大家还比较注意的地方是，比如说第一次波湾战争啊，将近1990年代初期，当时他也有一些他的这个战功彪炳，不过他在对付这伊拉克的这个武力哈，包括共和卫队，他也有他的损失了，因为他的确速度慢。连这个伊拉克都有办法把它击落，所以现在不是说美国一有淘汰什么就适合我们，不要忘记，我记得在去年，泽文斯基也向美国要求说，这个可以卖给乌克兰来对付俄罗斯的这个装甲部队，不过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不要，你们没有这个需求，而且不是你们所很适合你们所使用的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孤立。几年前大家还记得吗？美国海军的这个滨海级作战舰也要退了下来，要几艘当时也有些国际媒体说，台湾不错啊，这个船还很新，可以拿来做使用。但是滨海级作战舰适合台湾吗？其实未必，因为它当时所要应付的任务是比较多元性的、低强度的，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不是那么满意所以其实这些都不是说美国有旧的东西下来，台湾一定要把它拿去接收。我觉得这个样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什么。那假设美国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不管是一手或二手，极力向美国沟通争取，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是。